哇，今天上车看到这13盏明灯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各自有什么东西。好，非常非常多，这些灯去出现在我们的车机萤幕上面。那么相同的灯序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右边的车机萤幕中央车机萤幕上面，也可以一个一个去查阅到，总共有这13盏的故障灯号。那么下面就会一直轮播这几个故障灯号。那我们13盏明灯又亮了啦。之前我们就有相似的经历，这13盏明灯全亮的时候，通常有2种状况是最有可能的。第一种就是你的电瓶几乎快没电了，或是你的电瓶电压过低的时候，它会出现所谓的5灯奖。那上一次我们在去年的秋季呢，我们更换了这个轮速感知器的时候呢，它也发现这个13盏明灯全亮的状况。好，那上次是更换了我们右前方的轮速感知器，不是同一个感知器的话呢，那就是左前方的轮速感知器。所以我们到时候呢，到我们的Škoda的原厂呢再去看看，好，这次坏了什么东西，好，导致这13盏明灯又亮了，又会叫我紧握方向盘了。到高雄左营保养厂去做我们的这次维修跟出保，然后现在已经回来屏东了。好，那我们现在把车子停回原位啊，我的倒车又会叫了。本来这个 ABS 它故障的时候，很多系统它都不会叫，那现在倒车又会叫，代表它又辅助我们的安全系统。然后打 P 档来分享一下这一次的出保，一样是使用这个 All4U 的免费出保来做这一次的出保更换零件，总共的时程呢就大概是3个小时，喝咖啡然后吃热压吐司，也是0元出保，然后就没有支付任何的费用。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项目是左前感知器 ABS 的部分呢，它把它做更新更换，再包含2025年的秋季健康检查这2个项目这样子，然后其他东西就是稍微检查，然后帮我测过电瓶的电压，然后还有就是胎压都把它打到36 PSI 等等的，检查了我们的胎纹，然后检查补胎剂，跟检查我们的来令片的厚度，跟雨刷啦、机油、跟刹车油，还有水箱水这些都通通的帮你做添加跟检查，然后其他都 OK 的，最主要就是维修更新我们的感知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感知器呢，如果你是自费去做更换的话，原厂的价格通常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有一些人事开销费用。4个轮胎总共有4个感知器，那我之前换过右前的，这次换左前的。好，它这个感知器呢，本身这一颗是4784元，安装的工资它会是450元，这样加起来大概是5300以内啦。未来你过保了自费去更换这个项目的话，大概是5000块左右。那么其他的健康检查这些都是免费的，健康检查已经开跑了，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原厂免费的做健康检查，对自己的用车会比较有保障。那么这个轮速感知器更换完 ABS 所有的状态解除了之后呢，13个灯号就通通消除了，通通都恢复成正常的，所以主要就是这个感知器的问题。那么另外在分享原厂的健康检查的时候呢，它有些东西就会做优惠，比如说我们的电瓶它就会做优惠8折的活动，然后还有你做延长保固的话呢，它也会做优惠，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车友可以到原厂做秋季健康检查的时候再去做询问哦。务必要记得，如果你是要回原厂去出保项目的话，出保项目你一定要携带你的行照，然后它会登记你的行照才可以做出保哦。以上就是这次 ABS 轮速感知器惊人的13个灯的分享。